皮尔12了吧？您老记性真好。你没教他吟诗之书？哦，还没，太早了吧？5座世家，6岁学艺不算早了。你不会没打算教吧？要教的，要教的。现在不教也可以，除非你有把握拿到5座大赛的前3名。长安的5座，师傅您是了解的，徒儿实在没有这个把握呀。今日董月已死，你的把握增加了不少。还真是啊。钟世载，弟子在，师傅请讲。今日我将你逐出师门。师傅，您说什么？姚二、苏禅，你们进来。师傅，你们2人做个见证，我长安5座耿无伤今日正式将钟世载逐出师门。师傅，爹，徒儿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要将徒儿逐出师门？世载啊，为师是为了你好。为了我好？既然举办5座大赛，前3甲可正式进入宫廨，成为专职5座，其后人亦可脱离贱籍，可以读书，考取功名。你钟世载能不奋力一搏，拼取这个机会吗？你不要跟我说你不会。我会。故我必将你逐出师门。这是为什么呀？很简单，因为为师也是个5座，我也会参加这次比赛。我若不将你逐出师门，比赛之时你定会因为我是你的恩师，而不会使出你的全部本事与我比试。万一因此耽误了你的前程，岂不可惜？师傅，您想多了。我不是，徒儿的意思是，您这把年纪了，还要参加什么5座大赛吗？我干了一辈子的5座，也想通过本事取消贱籍，进入宫廨。更何况我还有个女儿，我也会考虑她的未来。师傅，如果是因为这个，徒儿可以不参加5座大赛的。钟世载，你走吧。大赛之际，你我君不可念师徒之情。师傅，五更寅时，天光将晓，小心火烛，平安至早。五更寅时，天光将晓，小心火烛，平安至早。寅时，漏断人际，星垂四野亦迷离，天地浑茫兮未息，故刺客杀人多选择在这个时辰。你们记下了？记下了。别出声！
我只盼着刺客他不会来，可是没想到他还真的来了。董月之死，谋者何人？爹已经知道了。还真小瞧了这刺客。谁？何方盗贼，胆敢闯入我宅？皮尔，不在读书，在做什么？爹，是您啊！您不是说若选一则读书，若有余力则习武，文武双全才是人中龙凤吗？我说过这个话吗？说过。哦。您为什么翻墙进来？啊，那也是习武的一部分嘛。哎，对了，前2天你说想骑马了？是，妹妹也想，特别想。今天就骑，和你妹妹收拾东西，走。跳！跳！跳！钟仵作，这么早就出城，这是要去哪儿验尸啊？我在教儿女骑马。卢参军，请让一让。我若是不让呢？那我只能从你身上踏过去了。好，来吧。你凭什么拦我？我若没有理由，就不会拦在这里。皮尔、杰尔，今日骑马高兴否？高兴。高兴。记住爹爹和你们说的话。长大以后，一定要成为人中龙凤。是。带妹妹回家。爹。皮尔，回家。卢参军没有当着我儿女之面动武，钟世载谢过。利用正好杀害董月，一箭双雕，以确保自己在武作大赛上能够获胜。你这计谋过于阴损了吧？哼哼，看来你是不准备下马投降了。我用的是吕将军的名号，将军可百战死，焉能下马受降？好你个仵作，还会马上武艺？试试不就知道了。2年前，听说右金吾卫中郎将在鬼市力破幽冥寺怪，用的是3节枪，好生羡慕。我便把这条跟随我多年的丈八蛇矛也改造了一番。出身为奴，从小拜师学艺，成为仵作，才从奴籍变为贱籍。但是我从没有一天放弃习文学武。今日你若胜我，算你有本事；但你若被我一枪挑于马下，那么一国藩邦从此便多了一位领兵打仗的钟大将军。好一个钟大将军，为了自己能出人头地，要反叛于我大唐吗？少废话，策马过来吧！驾！驾！
世载，你还犯过哪些罪行？如实招来。我没有。耿老早就料到你会这么说。当年我见到他时，他一身是血，身上还多处受伤，一看便是与别人拼杀时留下的。我妻已死多年，并未给我留下子嗣。钟世载是我收下的第一个徒弟，我对他就像对亲儿子一样待他、教他。但终有一天，我发现他并不适合做仵作，就是因为他少时杀过人。干我们这一行的，经常跟死人、凶器打交道，看到的、感知到的，亦会激起一个人的杀戮之心。现在你明白耿老为何要将你逐出师门了吧？钟世载的仵作之技，虽说能够排在长安的前列，但是并没有把握进入前3。他为人极其精明，他最擅长是借力打力，更善用诡诈之计。故当我发现董越之死没有那么简单时，我就怀疑上他。他以为一气除掉董郑2仵作，便可确保自己进入前3甲。我谎称自己要参加仵作大赛，并且提前写好了这个，等他来。我若遇刺，杀人者钟世载也。您这是提前预判了案情。徒弟是我教的，老朽惭愧不已呀。我昔日为奴，却有幸随小主人读书习武。小主人愚钝，或者说就是一个傻子，无论是读书写字还是马上马下的功夫都不如我。主人因此生气，常常打骂我出气，我只能一直忍耐，只为了可以继续读书。但是我的忍耐并没有换来善待，主人越发残忍，几次险些打死我，我忍无可忍，就杀了他们一家3口，又伪装成盗匪夜袭，我自己也受了伤，才骗过了捕贼官，逃了出来。活到了今天，师父说的对，我早就厌倦了做一名仵作，因为我每次看到死人、凶器、杀人现场，我就会想到曾经的自己呀。苏校尉，苏校尉，发生一起斩首案，死者是一名年轻女子，身首异处。科须验尸，仵作钟世载在此。可惜了，做仵作的机会也不再有了。